我和丈夫的白月光双双难产大出血，急需输血救命。丈夫选择放弃我，先救白月光。后来医院调来血液，我只来得及捡回一条命。失去孩子，我痛不欲生。恍惚间，踩空楼梯摔死。再次醒来，我回到了一切还没有发生的时候。顾远舟，这一次我放你自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远舟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，救救他！身下传来剧痛，像是要把我的身体劈成两半，冷汗和泪水在眼睛里汇合，刺得眼睛生疼。我牢牢抓住顾远舟的手，偏过头求他。男人对上我的眼神，脸上闪过纠结和不舍。啊，远舟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！隔壁产床上的阮芝尖叫一声。顾远舟身形一顿，陷入两难，人命关天。医生见他如此优柔寡断，忍不住催他。2名产妇难产大出血，医院现存的血只够1个人用。顾营长，您快些决定这血给谁用。顾远舟握紧拳头，把牙齿咬得咯咯响。他看看我，又看看痛呼连连的阮芝，闭上又睁开的眼睛里一片坚定。他嗓音嘶哑，却足以让医生护士听到。阮芝，先救阮芝！轰！脑子里像炸开了一颗惊雷，我什么都思考不了，只看见医生护士围着阮芝忙得团团转的模糊身影。再醒来时，不知道过了几天，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。从前高高鼓起的肚皮像泄气的气球瘪了下去。我迫切地想看看我的孩子，我忍着剧痛下了床，在走廊拦下1名护士，报了姓名年龄后，护士怜悯地看着我。顾营长没告诉你吗？你的孩子在肚子里憋得太久，生下来就没气了。后来虽然及时给你输血，保住了性命，但你再也不能有孩子了。你还年轻，凡事想开些，千万别走绝路。他叹口气，拍拍我的肩膀，以示安慰，唏嘘着走开。人悲伤到极致，大概会变得麻木。我像只孤魂野鬼，无意识地在医院里游荡。路过一间病房时，余光瞟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顾远舟。他把熟睡的婴儿放到小床上，转身递给阮芝1碗汤。阮芝羞涩接过，低头喝了几口，闷闷不乐地打破沉默。远舟，你在产房先救我，夏夏醒了会不会跟你闹？如果他要怪就怪我好了，是我先用了医院的血，才让他失去了孩子，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，都怪我。呜，长得好看的人哭起来也好看，无端招人心疼。顾远舟急忙找出一条手帕给阮芝擦眼泪，是我让医生先救你的，怎么都怪不到你头上来。泽安出任务，英勇牺牲，你是烈士家属，孩子是烈士之后，理应多照顾你们一些。林夏，提起我，顾远舟的脸色渐渐冷下去。他想害你，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和孩子。好在你们母子平安无事，不然我怎么跟泽安交代？那个孩子有林夏这种心思恶毒的母亲，以后也会被养歪，不如从没来过这个世界。林夏能活着已经是走了大运，他还有什么不满的？冰冷的话砸在耳边，寒意蔓延到全身。顾远舟是我的丈夫，是孩子的父亲，他可以对我冷血无情，但他怎么可以漠视我们的孩子？我只是失去了孩子，再也不能当妈妈。阮芝却差点大出血，死在产床上。哈哈哈，这就是我的丈夫，这就是我无比崇拜、视作英雄的男人。我真失败，抓不住丈夫的心，更保不住自己的孩子。孩子，妈妈对不起你，给你找了一个这么差劲的爸爸。我又哭又笑，泪流满面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我没注意到自己正在下楼梯，脚下一空，咕噜噜地从台阶上滚下去。闭眼前，我听见护士尖叫：“快来人！有人摔倒，流了好多血。”我从睡梦中惊醒，看着眼熟的水泥房顶出神。饭菜的香味飘进房间，先一步叫醒我的胃口。我回过神来，想起自己重生回到了怀孕3个月的时候，前世的一切恍如隔世，却又刻骨铭心，仿佛发生在昨天。顾远洲推门进来，见我还躺在床上，眉头微拧，他叹口气，搬了把椅子坐到床前。你还没吃晚饭吧？我从食堂打了饭菜回来，起来吃点儿。你不吃，肚子里的孩子也要吃。吃完我陪你下楼走走，对你和孩子都好。我背对顾远洲躺着，依旧不吭声。顾远洲耐心耗尽，一把扳过我的肩膀，让我平躺在床上，眉眼间混杂着烦躁和疲倦。林夏，你都要当妈了，还要学小孩子那套一不如意就绝食的把戏吗？一份工作而已，值得你这样斤斤计较、绝食抗议？我又不是养不起你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顾远洲满不在乎的工作是我全力争取到的小学老师。这2年，随军家属越来越多，孩子们天天在外面疯跑，发生口角、动手打架是常有的事。俗话说，打了小的，来了老的。家属院因此鸡飞狗跳，没有一天安宁。领导一研究，大手一挥，成立了育红班和小学。家属院里的孩子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送进学校读书。学校和学生有了，就差老师。可部队地处偏僻，开车去县城都要3个小时。城里的知识青年大都下乡去了，找老师就成了难题。领导再一琢磨，干脆从随军家属里找老师。育红班的老师有小学文凭就行，小学老师要求高一点，至少得有初中文凭。我听到这消息时很激动。顾远洲的津贴虽然够我们吃喝不愁，但自己能不能挣钱完全是两回事。手里有钱，心里不慌。凭借少有的高中文凭，我成功得到了小学老师的工作，只等学校买齐桌椅板凳和教具就可以正式上课。就在我紧张又期待地等着学校开学的时候，顾远洲突然告诉我，他把我的工作让给了阮芝，理由是阮芝的丈夫光荣牺牲，她有孕在身，还有个3岁的儿子要养，她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。我气疯了，让他去找领导，把我的工作要回来。我特意强调了我的2个字，顾远洲一口回绝，已经给出去的东西怎么能要回来？再说，领导已经通知了阮芝，现在去要也来不及了。你觉得我在领导那儿有多大的面子，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要求？我不管，那是我靠自己得到的工作。领导为什么选我不选阮芝？还不是因为我文凭比他高，讲课比他好，这份工作就该是我的。你凭什么自作主张，自己技不如人就要抢别人的工作？我倒要当面问问他，看他怎么好意思。怒意上头，我抬腿就走，却被顾远洲拦在门口，不许我踏出家门一步。他失望地看向我，林夏，你也要当妈了，应该能明白阮芝的艰难。她孤身一人，既要照顾大的，又要顾着肚子里的那个，负担很大。你不一样，你有我，这份工作对你来说可有可无，对她却至关重要。如果你还有半点同情心，就该把工作让给她。顾远洲替我别好耳边的发丝，眸色晦暗如渊，语气深沉。林夏，别让我失望，好吗？我被气得胸闷难受，没吃晚饭就进了卧室。今天早上醒来就发现自己重生了，大喜大悲之下，小腹隐隐作痛，我不敢挪动，
草草吃过午饭，躺回床上，失而复得。没什么比我的孩子更重要。孩子，这次妈妈一定让你平安出生。吃亏的是我，还叫我不要斤斤计较。我冷笑一声，坐起来对上顾远舟：我的东西，我为什么不能计较？顾营长借花献佛讨人欢心，我不乐意就是斤斤计较。既然如此，我可不能白担这罪名。要我的工作也行，你叫阮芝给我300块，就当买了这工作。我再不多说一句话，不然我就得去找领导替我做主了。上辈子不管我怎么据理力争，强烈反对，这份工作还是被顾远舟让给了阮芝。阮芝抢了我的工作，我对他自然没什么好脸色。偏偏阮芝上赶着跟我搭话，我不回应就摆出一副被欺负的可怜样，还要故作坚强，为我说话遮掩。久而久之，家属院里竟传起了匪夷所思的流言，说我嫉妒阮芝当上了小学老师，抢工作不成就对他怀恨在心。多亏顾远舟正直公道，没让我得逞，不然死了男人还带着孩子的阮芝可就没法活了。我生性孤僻冷淡，不善交际，没人相信我，更没人替我说话。每次出门都能听到军嫂们的窃窃私语，感受到落在身上的鄙夷目光。上天垂怜，让我重活一世。这次谁都别想轻易夺走我的东西，敢伸手就要付出代价。顾远舟对我的咄咄逼人很不满。林夏，我的今天能让你过得很滋润，你要那300块做什么？阮芝家现在没了收入，你把泽安的抚恤金掏空了，阮芝母子怎么过活？想用道义逼我让步，没门！我笑了笑。周营长英年早逝，我对此深表痛心和同情。但阮芝和我非亲非故，我可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他。阮芝是烈士遗孀，国家自然会对他多加关照。拿钱买了工作，以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工资，总比守着那点抚恤金过日子强吧。这样说来，真是一笔只赚不赔的买卖呢。顾远舟眸子微眯，眼中尽是不快。林夏，你可真是掉钱眼儿里了。我低头，温柔地抚上小腹，那里正在孕育一个鲜活的生命。养孩子可费钱了，本来我想当老师存点钱，可你要把我的工作让给阮芝，我总不能打了瓶子撒了油，两头不落一头吧。给我300块，工作拿走，不然我就要去求领导主持公道了。到时候你们就等着一起在部队扬名吧。顾远舟神色不快，我火上浇油，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倒是阮芝才死了丈夫，再换了名声，可怎么过日子啊？我态度强硬，不肯让步。顾远舟只能摔门离开，大概是去给阮芝筹钱了。我心中毫无波澜，只想稳稳当当的拿钱。阮芝要当小学老师，就让她当吧。第二天，我出门散步，迎面碰到阮芝，我不待见她，刚想转身走人，却被她拉住，语重心长，态度亲昵，仿佛我们是感情很好的姐妹。林夏，我听远舟说你因为当不成老师跟他置气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要我说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家庭，男人保家卫国，我们就做他们最坚实的后盾。你说呢？说教完，阮芝话锋一转，眉头微蹙，顾影自怜。你比我命好，不像我挺着大肚子还要去工作，看似诉苦，实则炫耀。看吧，就算我没了丈夫，也有男人主动为我解决问题，这还不能让你羡慕嫉妒恨吗？我抽出手，无视他的楚楚可怜，正色道：周营长为国捐躯，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国家和人民都会记得他的功劳。你身为烈士家属，
也该以他为荣。为什么要说自己命不好呢？是对国家有怨言吗？这个特殊的时代，特别褒扬奉献自己、建设国家的无私精神。阮芝说自己命苦，没了男人得去工作，可不就是对周泽安的牺牲心怀怨言，对国家和政府心怀不满？这种思想很危险啊！我得当个好心人，好好开导他。君嫂不是白当的。阮芝显然也想到了那一层，他脸色一白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一本正经的给他加油打气。阮芝同志，伟人说妇女能顶半边天，只要认真努力，我们女人不比男人差。周营长是我们部队人尽皆知的英雄，你可不能畏难退缩，给他拖后腿。你就安心当你的老师，如果生活上遇到困难，还有组织在呢，日子总能过下去的。话音刚落，身后便传来掌声，回头一看，是杨政委的爱人郭嫂子，头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，恰如他这个人干净利落、公正无私，所以军嫂们起了矛盾，总去找他评理调和。说得好，郭嫂子向我表示赞赏，又转头看向阮芝，阮芝啊，既然有了工作，就安心工作。泽安走了，你就得自己立起来，否则日子只会更难过。要是有困难，就来找我，我会尽力帮你解决的。阮芝眼中弥漫出一片水雾，把嘴唇咬得发白。郭嫂子，林夏要我给他300块钱，可我哪来这么多钱？郭嫂子拧眉，林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欺负烈士家属，好家伙，当面给我上眼药！你以为只有你会装可怜？我偷偷掐了一把大腿，眼中迅速浮现水光，唇边勾起苦笑。这不是部队小学在找老师吗？我各方面能力都符合要求，领导就把我招进去了。可是我家远州说阮芝同志家里困难，让我把这份工作让给他。我一想，确实是这么回事，就提议阮芝同志用300块买断我的工作，免得别人说他仗着烈士家属的身份占我便宜，这样以后谁还敢和他来往？郭嫂子若有所思，阮芝面露委屈。我叹口气，转而说起自己的难处。本来我是不想要那300块的，可我现在有了身子，远州的津贴既要寄回老家，以后又有孩子要养，吃喝拉撒都要花钱，不然我也不会去面试学校老师的工作。郭嫂子嗔怪地看了阮芝一眼，阮芝啊，下次说话可要说清楚，否则我就要错怪林夏了。林夏说的有道理，学校的工作本来是他的，他让是情分，不让是本分。他既然大方地让给了你，你也不能白拿。这样吧，你出200，剩下的100由组织来出。阮芝脸都笑僵了，空手套白狼不成，反而损失200块。他言不由衷，我听嫂子的，过2天一定把钱给林夏。他不高兴，我就高兴了。我扬起大大的笑脸，真诚地给出建议。阮芝同志，虽然面试时你能力欠缺，才没被选上，但勤能补拙呀，只要多学多练，你一定会有所提升。孩子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你可要好好上课，别辜负了组织、家长和学生对你的信任啊！听见我大辣辣地说他能力不足，阮芝脸上的假笑差点裂开。多谢提醒，我一定好好准备。你第1次怀孕没经验，就在家里好好养着吧。过了半个月，学校的准备工作终于做完，可以正式开学。我拿着布料针线，准备去找楼上的杨嫂子学做衣服。顾远洲开门进屋，怀里还抱着个孩子，是阮芝的儿子周明。我只看了一眼，便当他们不存在，收拾好东西就走。与顾远洲擦身而过时，被他拉住。我诧异地看向他，顾远洲放下孩子，
话在嘴边滚了几圈，还是小心翼翼地开了口：“阮芝要上课，明明没人看，你可以帮忙照顾她吗？”顾远舟自己给阮芝鞍前马后不够，还要拉着我一起奉献。我轻嗤一声，当着顾远舟的面翻了个白眼。首先，我和阮芝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帮她照顾孩子。其次，这个年纪的孩子不好看，万一他喝口水就拉肚子，走路摔倒受伤怎么办？阮芝没准觉得我对他有意见，故意报复。虽然我的确对他有意见，总而言之，我不看孩子，谁揽的活谁负责。趁顾远舟拧眉思索的空档，我拿起东西就走。我既不能管天管地，也不能管着顾远舟向阮芝献殷勤。这孩子他愿意看就看。在杨嫂子家做了一上午衣服，到了饭点，我回家做饭，想着家里应该没人，又能享受独处时光了。没想到一开门，眼前的场景让我大吃一惊。客厅乱糟糟的，黑色小脚印伴随着水渍踩得到处都是。我精心挑选的沙发罩被扯得皱巴巴的，掉了一半在地上。茶几上堆着用过的碗，四周还有大小不一的饼干屑。我越看火气越大，双手紧握成拳。虚掩的卧室门打开，周明下身围着一块毛巾，笑嘻嘻地跑出来，手上竟然拿着我的贴身衣物，太过分了！顾远舟怎么看的孩子，竟然任由他在家里乱跑乱翻。我把手上的东西放在鞋柜上，三步并作两步抱起周明到沙发上坐下。放手，这是我的东西。心中怒火升腾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下，才没有立刻教训这个顽皮的孩子。周明见我面色阴沉，先是一愣，接着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哭喊声：“哇哇哇！坏女人，抢东西，打打打！”边哭边挥舞着手脚向我打来，怕他打到我的肚子。我急忙往旁边挪了挪。周明四脚朝天，活像只翻面的乌龟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顾远舟着急忙慌地从阳台跑过来，手上满是泡沫，看样子是在洗周明的裤子。顾远舟爱屋及乌，做到这份上，真是感天动地，感人至深。我指着周明没好气道：“你怎么看的孩子？不仅把家里搞得一团糟，还放他进卧室翻我的衣柜，把我的贴身衣物拿出来招摇。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，他还好意思说我是坏人要打我。”顾远舟不以为然，擦了手把周明抱在怀里轻哄。他才3岁，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，你指望他有多懂事？再说了，我一个大男人哪会看孩子？要是你也在家帮忙，也许就不会惹出这一摊麻烦了。我夺过衣服放回卧室，关好房门出来。周明不再哭闹，安心坐在顾远舟膝头上玩耍，父慈子孝，其乐融融。我看得心里发酸。顾远舟这样爱护阮芝的孩子，却对我们的孩子漠不关心。前世他说我失去孩子，再也不能做母亲，是自作自受。但分明是阮芝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说顾远舟对周明有多疼爱，对他有多细心周到，讽刺我作为顾远舟的妻子，却抓不住他的心。我又气又伤心，情绪起伏中，肚子开始隐隐抽痛。我没心情和他争吵，绕过他准备离开，阮芝却抓住我的手按在他身上，脚下一滑，向后倒去。他面带惊恐，失声尖叫：“啊，林夏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”我没错过他眼里的得逞，被他拉着一起摔下台阶。顾远舟恰好赶来，亲眼看见我推了阮芝一把，这就是所谓自作自受的真相。我走到厨房，倒了杯温水，倚在门框上讥讽道：“孩子不懂事，大人也不懂事。”
顾营长这么大个人，还看不住一个3岁小孩，没这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。自己看不住孩子把家里搞得一团糟，又怪我不肯帮忙。我只听说过孝心外包，还没听说过舔狗也有外包的。前世我死后，作为魂魄漂泊了几十年，看见了后世日新月异的发展。顾远舟这种人，后世称之为舔狗，自己舔不算，还要求别人和他一起上赶着讨好。当然，顾远舟不知道舔狗的意思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从我的语气和态度中推测出舔狗的真实含义。反正不是个好词。他紧抿薄唇，死鸭子嘴硬。林夏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胡搅蛮缠了？我说过，我照顾阮之母子只是出于和泽安的兄弟情谊，并不是为了其他什么。你少胡思乱想，出去败坏阮之同志的名声。我嫁给顾远舟3年，可3个月前我才和他发生关系。那天晚上，顾远舟从周泽安家回来，少见的喝醉了，酒后吐真言。我亲耳听见顾远舟呢喃着阮之的名字，说自己当初不够勇敢，失去阮之也是活该。后来我私下去打听了他们的事，顾远舟、周泽安和阮之是一个村的人。阮之家在建国前是大地主，顾远舟和周泽安祖上世代都是阮家的佃户。后来遇到特殊时期，阮家被打成黑五类拉出去批斗，阮之也被牵连，过上了水深火热的日子。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周泽安彼时已经在部队建功立业，为了救心上人出苦海，他不顾家人反对和出身地主家庭的阮之结婚，还把他接来随军，让他远离繁重的劳动和他人的谩骂羞辱。周泽安赌上前程，成功俘获芳心，抱得美人归。顾远舟也喜欢阮之，可他不敢冒险，只能默默祝福好兄弟和心上人。3年前，顾远舟来向阳村探望外公外婆，意外救下失足落水的我，被我爸妈赖上，才不情不愿地娶了我。爸妈重男轻女，我不知挨了多少打骂，吃了多少苦，才读完高中。高中一毕业，我就考上了县里食品厂的工作，可爸妈帮弟弟抢走了我的工作，还要把我卖进山里赚一笔彩礼。我永远都忘不了他们贪婪的嘴脸。高中生好啊，高中生卖得起价。我连夜逃走时落水，被顾远舟救起来，爸妈趁机威胁他娶我，并给500块彩礼，不然就去举报他耍流氓。顾远舟无奈，只得照做。我并不怨恨顾远舟不爱我，不碰我，他让我免于被卖的悲惨命运，还让我随军远离了重男轻女的父母。我对他只有歉疚和感激，所以我尽力照顾好他的饮食起居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周泽安牺牲了，他打着好兄弟的旗号，光明正大地照顾心上人。他喜欢阮之，又顾虑流言蜚语，不敢和我离婚。生死抉择中，作为丈夫，他放弃妻子；作为父亲，他舍弃亲子。结婚3年，他狠心薄凉至此。顾远舟，你明明是我的丈夫，是孩子的父亲，为什么不肯给我们一点偏爱呢？你想做阮之的丈夫，我会成全你的。有理不在声高。顾远舟声音越大，只能说明他越心虚。我冷眼看着顾远舟气急败坏，转身进了厨房。是不是为了周泽安，你自己清楚。我快速做了一碗鸡蛋面，吃完收拾好厨房。客厅里的顾远舟望着厨房，翘首以盼，见我空手出来，忍不住质问：你吃独食，没煮我们的饭？他看了一上午孩子，挨到现在早饿了。见我进了厨房，以为能吃上一口热乎饭，没想到我压根没煮他们的饭儿。我不满地
啧了一声。我就是吃独食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饿了不会自己做，要不就去吃食堂。难道没和我结婚前你还不吃饭了？顾远舟被我噎住，我懒得管他。进卧室后，随手关门，隔绝了顾远舟怨怪的眼神。顾远舟怎么解决午饭的，我不知道，也懒得管。直到我一觉醒来，家里都静悄悄的。下午我出门散步，正好遇到来接儿子的阮芝，不得不佩服阮芝的心理素质，即使被我坑了200块，还能笑眯眯地和我说话。林夏，我来接明明，今天他给你们添麻烦了吧？真是不好意思。我直言不讳，知道添麻烦就别送来呀。不过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孩子是顾远舟看的，他对此乐意至极呢。阮芝扬起下巴，很得意自己的魅力，嘴上却说着自谦的话：我们孤儿寡母的，远舟可怜我们而已，你千万不要多心。这话说的，此地无银300两。看，顾远舟对我比对你这个名正言顺的妻子还好，我却不耐烦跟他打太极。你说我跟顾远舟离婚，你和他结婚好不好？反正他喜欢你不是1天2天的事了。阮芝不是情窦未开的小姑娘，顾远舟看她的眼神并不清晰，她一边得意于自己的魅力，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顾远舟的好。只是还没捅破窗户纸，周泽安牺牲了，他已经没了继续留在部队的理由，只等孩子出生，他就得离开。阮芝可不是什么能吃苦的人，外面还乱着，要养活2个孩子何其艰难，比起外面的男人，还是部队里的男人更可靠。嫁个军官，既能继续庇护他和他的家人，又能让他当上军官太太过好日子。上辈子他以身犯险陷害我，成功让我对顾远舟心死，然后给他腾位置，埋在心里的阴暗打算瞬间被摊到阳光下。阮芝的脸刷的一下白了，眼中蓄起泪水。林夏，你别胡说，远舟照顾我们完全是看在泽安的份上，我和远舟清清白白，是你想多了。美人含泪，我见犹怜。要是顾远舟看见了，只怕恨不得立刻拥他入怀，好好安慰呢。清清白白，你儿子半夜发烧，顾远舟送他去医院守了1夜。你怀孕害喜想吃橘子，顾远舟就开车3小时给你买来。你需要一个工作养活家庭，顾远舟就自作主张把我的工作给了你。巨大的愤怒和无力感向我袭来，原来我这么弱小，不论是作为女儿还是妻子，我的父母和丈夫都能轻易拿走我的东西，可是凭什么？怒气上头，我一把握住阮芝的手腕，厉声反问他：我最恨别人抢我工作，如果我不提把工作卖给你，你是不是就故作不知，接受了顾远舟的好意，完全不顾我的委屈愤怒？阮芝张张嘴，无可辩驳。我松开他的手，轻笑：看吧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享受了所有好处，只是当不知道。啊呀，坏女人，欺负妈妈，打！突然，周明大叫着从我的斜前方冲过来，像只小牛犊，眼看就要撞上肚子。我连忙向后退了一步，周明扑空，头磕在花坛边缘上，哇哇大哭。顾远舟3步并作2步走过来，一把把我推开，抱起周明就走。一个小孩子，你躲什么？周明额头上的血流下来，呼了一脸，因为疼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阮芝也满脸担忧，跟着顾远舟走了。没人问我一句，没人伸手扶我，小腹开始抽痛，身下涌出热流。不，我的孩子，我重来一次，就是为了保住我的孩子。我大声呼救，终于引来2名军嫂，他们七手八脚的把我送进医院，还好只见了一点红，用药及时，好好休养就没事。我谢过他们，
在医院住了一晚。第二天回家，家里空无一人。顾远舟大概在医院照顾周明吧。晚上9点，顾远舟带着一身疲倦回来，见我八风不动地坐在沙发上，随口吩咐道：“你明天炖锅鸡汤给明明送去，她缝针受了罪，得好好补补。”我疑惑地看向他，有时候我都要怀疑周明是不是你儿子，不然你怎么这么关心他？你光记挂他受了伤，要吃好的补补，怎么不关心你的孩子？你昨天推了我一把，我差点流产。顾远舟目光躲闪，脸上闪过心虚。你这不是没事吗？明明流了那么多血，你好意思跟个小孩子斤斤计较？顾远舟吃了秤砣，铁了心要偏袒周明。我说再多也是枉然。我突然觉得很累，不想再和他打嘴仗。顾远舟，我们离婚吧。平淡的声音，毫无起伏的情绪。我以为自己会不舍，但什么都没有，心头像脱了枷锁，感到一阵轻松。顾远舟震惊地瞪大眼睛，嘴唇张张合合，想说点什么。我笑笑，我知道你喜欢阮芝，现在周泽安牺牲了，你们之间就更没什么阻碍了。你和我结婚，只是被我的父母威胁不得已而为之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被他们卖了。原本我想好好和你过日子，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。世界上这么多夫妻，有多少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？不过是互相扶持，好好活着罢了。晚风吹起脸上的凉意，但我是你的妻子啊，我没法看着你以兄弟之名夹带私心，在乎别人的孩子超过我的孩子，我也会失望伤心，也会极度不甘。所以在我变得面目全非之前，我们离婚吧，我放你自由，你就可以去追求真爱了。顾远舟看了我很久，终于吐出一个字：好。他动了动手指，缓缓吧，最近正是我提正营的关键时刻，离婚对我影响不好，你放心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我同意了。这一缓就缓到了我生完孩子出月子的时候。顾远舟拿着离婚申请材料，目光沉沉。真的要离婚吗？材料交上去就不能后悔了？军婚不是儿戏。我看着熟睡的女儿，感到无比满足。我做事从不后悔，交上去吧。我们离婚的事在家属院掀起轩然大波。在这个结婚就是一辈子的年代，我们的行为非常另类，但我们还是离婚了。离开那天，顾远舟把我送出部队，我带着女儿坐上后勤的顺风车，一路来到县城，又去县城买了车票，坐到市区。得益于上辈子孤魂野鬼的经历，我知道再过1年就会恢复高考。第一批大学生无一不是个行业的精英。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女儿，我会好好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顾远舟的补偿，加上给报社供稿攒下的稿费，足够我们母子生活，但只是一点点补偿，怎能抚平我上辈子受到的伤害？所以离开部队前，我匿名给领导写了一封信，举报顾远舟和阮芝的不正当男女关系。至于他们会伤筋动骨到什么程度，全看运气。春去秋来，我参加了高考，期待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女儿一天天长大，现在已经能扶着椅子走几步了。砰砰砰！我以为是录取通知书到了，连忙去开门。一开门，原来是面容憔悴的顾远舟。期待落空，我准备关门，却被他一把抱进怀里。林夏，对不起，我后悔了，我跟阮芝离婚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我早该意识到我爱的是你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早就对他死心。即将迎来大好人生，为什么要接手一个二手男人？我冷静地从他怀里抽身，抬头看他，
顾营长后悔什么？如果你婚姻幸福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你还会后悔吗？现在来找我，还不是觉得我能替你照顾好家庭，让你能安心拼事业？顾远舟，你的爱也不过如此，只是遇到一点困难就能让你放弃阮芝。那封举报信把顾远舟和阮芝推到舆论中心，部队以影响不好为由降了顾远舟的职，阮芝却以此为借口彻底赖上他，和他结婚。婚后，阮芝自视军官太太的身份辞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，她根本不会照顾孩子，大儿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，小儿子的尿布堆成山，等顾远舟回来洗。顾远舟从军营回来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阮芝不想干家务，说动顾远舟请了一个老家的远房亲戚来帮忙，说是帮忙，其实就是请了个保姆。有了保姆，阮芝彻底解放出来，每天穿衣打扮，描唇画眉。后来顾远舟又被举报，说他以职务之便压榨小战士收取好处，一查原来是阮芝干的。顾远舟的工资既要寄回家里，又要请保姆，兼顾一家4口的吃喝拉撒，根本没钱供他享乐，所以他想出了这个偏招。小战士们被他勒索许久，终于忍不住一起举报他，正好遇到部队整顿，顾远舟被一撸到底，回家种地。阮芝那么想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最终还是把自己送回了农村。顾远舟把自己的脸埋进掌心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咎由自取，我没脸求你回头。他失魂落魄地走了。正欲关门时，巷子里响起清脆的铃铛声，邮递员送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。2月阳光和煦，未来在我眼前展开，我知道那是我为自己争取到的最好的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